吃钙片的最佳时间被发现，医生，吃错了时间影响效果，别大意。周爷爷今年60岁，平时身体硬朗，没什么大病小痛。可最近他总觉得腿脚有点不听使唤，晚上还时不时抽筋。去医院一查，医生说他缺钙，需要补钙。于是周爷爷马上去药店买了钙片，想着按时吃就能解决问题。每天早上，周爷爷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空腹吃钙片，心里想着早上吃总比晚了强。可是吃了一段时间，腿抽筋的毛病却没有好转，反而胃里还开始觉得不舒服。周爷爷有些困惑，钙片明明天天在吃，怎么身体反而不见好呢？钙片究竟该什么时候吃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呢？缺钙的隐性危机。缺钙这个词听起来似乎离年轻人很遥远，仿佛只有老年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危害。然而，真相远比想象更为残酷，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，钙质流失早已悄然渗透进了各个年龄段。都市白领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庞大的职场人群之一，常常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。然而，长时间伏案工作、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，使他们的骨骼健康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钙质的流失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，而是潜藏在每日繁忙工作背后的健康杀手。腰酸背痛、不明原因的疲倦，这些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常态。但谁曾想到，这竟是缺钙的早期信号。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成长期，他们的钙需求量远高于成年人。然而，偏食、不吃蔬菜、不喝牛奶等不良饮食习惯，以及缺乏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，使他们成为缺钙的高危人群。骨骼的发育需要充足的钙质，但这些日常的饮食选择却正在逐渐剥夺他们的健康基础。当他们在运动中感到腿部抽筋或关节不适时，这些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往往被忽视，最终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而对于孕妇来说，缺钙的危害更是不容小觑。如果钙摄入不足，不仅会影响孕妇自身的健康，还可能对胎儿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许多孕妇在怀孕期间因缺钙而出现腿抽筋、牙齿松动，甚至骨质疏松的问题，而这些往往被误认为是怀孕的正常反应，进而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。钙片的最佳服用时间。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，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补钙的习惯，但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是，什么时候吃钙片才最有效？如果有人告诉你吃钙片也有黄金时间，会不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？但事实上，这个黄金时间不仅存在，而且直接关系到钙片的吸收效果和身体健康。有些人喜欢早晨空腹吃钙片，觉得这样效果更好。但真相是，空腹吃钙片不仅不能提高吸收率，反而可能让你花了钱却没得到好处。原因在于空腹时胃酸分泌增加，这种高酸性环境会干扰钙的溶解和吸收，让原本要为骨骼服务的钙质被白白浪费掉。想象一下，为了补钙，结果反倒把胃给折腾坏了，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那么，什么时候才是吃钙片的最佳时间呢？答案就是饭后。进食后，胃酸分泌增加，但浓度适中，这时候胃肠道的酸碱平衡逐渐恢复，正是钙片吸收的最佳时机。相比之下，饭后服用钙片不仅能避免胃部不适，还能让钙质得到更好的吸收。可以说，饭后吃钙片是事半功倍，而不是瞎折腾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钙片的服用时间还要避开某些对手，比如某些抗生素和降压药可能会干扰钙的吸收效果。如果把钙片和这些药物一起服用，不仅钙片的吸收会大打折扣，还可能让药效受到影响。也就是说，吃钙片这件事不仅要讲究时间，还得注意搭配。如果随意乱来，不仅达不到补钙的目的，还可能让身体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正确的补钙方法，除了要把握时间，还需结合整体的生活方式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了解了这些细节后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真正科学有效的补钙，才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。生活习惯如何影响钙的吸收？生活中，许多人不经意的习惯，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偷走你身体中的钙质。
即使再多的钙片，也可能因为这些坏习惯而白白浪费。究竟哪些习惯是钙质流失的罪魁祸首？且听一一道来。首先，不得不提到现代人的懒惰生活方式，每天坐在办公桌前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缺乏运动，仿佛整个身体都与活动二字绝缘。久坐不仅让血液循环减缓，影响新陈代谢，还会导致骨骼得不到足够的刺激，进而加速钙质流失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连站起来活动一下的动力都没有的人，又如何能指望他的骨骼健康？再来看看饮食问题，许多人忙于工作，经常靠咖啡提神，结果一天喝几杯咖啡成了常态。但问题在于，咖啡因对钙质有着惊人的摧毁力，大量摄入咖啡因会增加钙的排泄量，让你辛辛苦苦吃进去的钙片瞬间化为乌有。还有那些钟爱碳酸饮料的人，或许从未想过，碳酸饮料中的磷酸成分会与体内的钙发生反应，导致钙质被挤出体外。饮料入口爽口，代价却是骨骼的脆弱。这样的结果真的值得吗？最后，阳光不足也是钙质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现代人常常在室内度过大部分时间，尤其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人群，白天几乎没有晒太阳的机会。阳光是维生素 D 合成的关键，而维生素 D 在钙质的吸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缺乏维生素 D， 钙再怎么补充也难以被吸收。于是，阳光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钙质无法有效利用，最终导致骨骼问题的产生。4. 如何科学补钙？说到补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拿起钙片一口吞下，然后心安理得的继续过着原来的生活。但问题是，单靠吃钙片真的能解决钙质流失的难题吗？科学补钙绝不是随便吃几片钙片就能搞定的事，而是需要从饮食、补充剂的选择到维生素 D 的摄取进行全方位的考虑。首先，饮食是获取钙质最自然的方式。牛奶、奶酪、酸奶等乳制品是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高钙食物，几乎可以说是补钙的头号选手。豆制品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尤其是豆腐，富含钙且易于消化吸收。因此，合理搭配饮食，避免同时摄入影响钙吸收的食物，是科学补钙的第一步。然而，仅靠饮食往往难以满足每日的钙需求，特别是在钙质流失较快或需求量大的情况下，比如孕妇、老年人或长期不晒太阳的人群。这时，钙补充剂就非常重要了。钙补充剂中有碳酸钙、乳酸钙、柠檬酸钙等多种形式，吸收效率和适用人群各有不同，因此选择适合自身的钙补充剂形式，才能确保补钙效果最大化。然而，光吃钙片还不够，维生素 D 的摄入也是关键一步。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吸收和利用钙质，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， 再多的钙质也可能被浪费。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最佳方式，每天适当的日光浴能够大大提高身体的维生素 D 水平。结语：补钙这件看似简单的事，其背后却隐藏着丰富的科学道理和生活智慧。掌握这些要点，科学补钙才能真正让钙质成为身体的强大后盾。祝你在未来的生活中无惧任何与骨骼健康相关的挑战。通过重新审视日常习惯，并采取科学的补钙方式，每个人都可以在不经意间为自己的健康投资，为未来奠定更坚实的基础。